家好，我是吴修，又见面了。最近我发现 AI 编程已经不是能不能写代码的问题了，它当然能写，真正的问题是 token 烧得太快。大家都知道，质朴的那个 coding plan 是非常难抢的啊，因为 GLM 5.2都是公认的，质量非常高啊，开发能力很强，所以大家每天早上10点去刷呢，肯定是刷不着的。所以呢，我只能花高价在海外买，海外的价格呢是$144啊 ，Max 版本的价格。那么即使是 Max 20倍的使用量，依然不够。大家看我这过去7天的使用量，我是在15亿左右的 token。最近30天呢是22.4亿。要知道，质朴的团队高级版每周最多才8亿 token， 所以哪够用啊？所以呢，很快我的周额度是0啊，虽然我5个小时内是100%，但我现在依然不能用啊，我要等好几天。所以呢，我就补了一个火山的 token plan 套餐啊，200一个月。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跑一个任务啊，200一个月大概它的使用量是什么情况？现在呢，我就说了一句话，就是把这个项目给我完整的打个包。那么这个项目呢，总体只有10个文件，95K 开始跑完了以后3%，好，打包打完了，现在花了我5%的额度啊，就这么简单的一句话，5%的额度就用完了。下面我们再试一下第2条指令啊，我打算把这个项目开源，请你按开源项目的标准进行评估一有没有敏感数据项目里面是不是有本地路径，是否还能完善配置项等问题。把项目收拾好以后再次打包。这次我们再来看看它这句话，看它烧掉我多少 token。好，打完了，烧了我10%的 token， 而且我这里面不是很大的项目总共90多 K 的一个小项目，并不是说火山的引擎贵，是整个这个 GLM 5.2的套餐都很贵。按这个速度来算呢，每5个小时只能跟他说10句话，并且呢，有的任务更复杂了，可能1句话就干掉20%或者50%。哎呀，实在是烧不起啊！这么看来 ，Codex Plus $20到1月还算能接受，但是它的用量小，比起来也还是贵。那么我就想，既然 Codex 的月费这么贵，DeepSeek 的价格又相对便宜，那么能否这样呢？让这2个模型一起干活不就好了吗？当然，我是接不起 ChatGPT 的 API 的，所以就用 Codex。思路是这样的 ，Codex 来做规划 ，DeepSeek 来干活。于是我就用到了 Redux 这个客户端。DeepSeek Redux 是一个非常优秀的开源项目，它有点像 Codex， 可以接入很多模型。最初我的做法有点 low， 在 Codex 里面去提需求，复制粘贴给 Redux， 等 Redux 输出以后又复制粘贴给 Codex。一天下来，虽然我没开发，但是累的也是手关节抽筋那么我就在想，不行，我就弄个程序在中间交接吧，何必用人去干呢？最开始没想那么清楚，就想着来回传递消息就好了。2个 AI 你一句我一句，就跟说相声一样嘛。那先跑通做个 demo， 我就先做一个说相声的 demo 呗，让2个 agent 自己对话，先把这个跑通。那么这样我就诞生了第1个页面。接下来要表演的节目是相声。内存条、金条和嫁妆的关系，表演者 Codex DeepSeek。要说内存条、金条和嫁妆的关系，那可太紧密了。内存条决定电脑能不能跑，金条决定婚礼能不能办，嫁妆决定新郎以后敢不敢乱跑。你看，内存条插主板，金条压箱底，嫁妆一摆出来，全家都知道这门亲事配置不低。哎，您说的太对了，内存条讲究容量和频率，金条讲究纯度和克重，嫁妆讲究厚实和体面。这3样要是配不好，轻则电脑死机，重则亲家翻脸。您看内存条买小了，打游戏卡成 PPT； 金条买轻了，丈母娘脸拉成液晶宽屏；嫁妆要是给少了，新郎晚上连机箱都别想碰。要我说，最好的配置是16G 内存条负责流畅运行夫妻生活，2根100克金条负责稳定金融系统，嫁妆直接送一整套全屋智能，这叫硬件兼容性满格，全家笑到超频。可问题来了，内存条能双通道，金条能双保险，嫁妆要是也搞双份，那不是结婚，那是开机进 BIOS， 先检查资产配置。亲家一问你家准备啥，这边答 DDR5 999走租金，外加1套房，丈母娘当场点头，这孩子延迟低带宽高，小心还支持终身质保。可不是嘛？您看现在相亲市场都按跑分系统来了，男方内存32G 起步，专记媳妇生日和忌口，女方金条9999.9打底，纯度决定家庭地位，嫁妆得带智能马桶盖，这叫散热系统好，婚姻生活不蓝屏。最怕遇到兼容性冲突，这边32G 内存条插进去，那边丈母娘说我家姑娘只认金士顿骇客神条，其他牌子一概蓝屏退货。要我说最好的婚姻配置是内存条给足带宽，金条压住电压，嫁妆自带水冷，日子火气再大也扛得住。所以说这3样最后都讲一个字，稳。内存条稳，电脑不死机；金条稳，钱包不宕机；嫁妆稳，亲家见面不重启。婚姻嘛，别光看跑分，关键得长期运行不报错，吵架能自动恢复，过日子还得支持热插拔。当然，金条可千万别让人热插拔走了。对，而且这3样还得讲究个热切换能力，媳妇发脾气了，赶紧插根金条当导热垫，亲家红脸了。8根内存条换杯茶，嫁妆里最好带个备胎，不是车胎，是备用金条，这叫数据备份，数据不丢，感情不崩。最怕遇上那种只能单通道的丈母娘，嘴上喊着我家闺女纯正和弦，实际上接个独显就得蓝屏崩溃。
要说终极配置啊，我建议结婚当天先跑个压力测试，端盆水和一捆金条，看谁先认怂。跑通了，但是光说话还不行，还得交换文件，其中有代码、有交付物、有验收物，还有下一步迭代的规划等。网页做好了，一迭代就收不住，又需要处理历史记录、历史对话，还要处理权限，还要管理上下文，还要做目录的浏览，还要做文件的浏览。这一下做下去以后，刚开始还有点兴奋，但是做着做着，我发现我这不是有点画蛇添足吗？我开发的东西好像 Codex 和 Redux 都有，这些客户端不都有 CLI 吗？直接用命令操作不香吗？查了一下 ，Codex 和 Redux 都有 CLI 的操作手册。好，我让 AI 直接看完，给的答案是直接可以做。于是有了这一版的 Handoff Labor。那么我还是本着3个诸葛亮不洗澡总比一个臭皮匠更臭的理念，就用 GPT 加 DeepSeek 加我的组合，也能愉快的把活干下去。那么这个 Handoff Labor 它不再是一个聊天界面了，而是想解决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就是 AI 编程工具之间怎么样像一个工程团队一样交接任务、提交证据、完成验收。Handoff Labor 的思想一共就4个词：规划者、执行者、证据、验收。规划者负责理解需求、拆任务、定验收标准，执行者负责改代码、跑命令、提交测试日志，系统负责保存任务状态和证据路径。最后由验收者根据证据判断通过还是继续改。所以 Handoff Labor 它要看证据，有没有 test log， 有没有 build report， 有没有 artifact path， 有没有真实文件改动，有没有下一轮修复指令。没有证据就不能算完成。这个框架呢其实并不复杂，用户提出任务 ，Codex 作为 planner 把需求拆成结构化任务包 ，Handoff Labor Server 呢负责本地状态机、事件流和任务交接 ，Worker 负责真正改代码、跑测试、生成证据，最后 Reviewer 再根据证据做 QA。下面我来演示一下安装过程。首先呢，我们把我这开源项目克隆到本地。如果说直接无法访问 GitHub 呢，我会在简介里放上网盘的地址。克隆之后呢，我们进到 Handoff Lab 目录 Python-m-winv 的命令，然后执行安装依赖。下一步是安装 Scale。我们找到 Handoff Lab Scales 这个目录，把这个目录里面的文件复制到咱们的 Codex 目录，找到我们的 Codex 目录的 Scales。复制过来，然后呢，我们用 Python-server.py 就可以运行起来。开放了51514端口，当然这个端口后面大家也可以自定义，当然你也可以用 Codex 自动去安装，你只需要把网址给他，然后告诉他帮我安装，他就会把刚才我所有的操作全部自动化完成，然后用浏览器访问这个地址，我们就可以看到界面了。第一件事情呢，你要配置自己的 DeepSeek 的 API 把 API 的 key 给填上，可以测试一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连通了。然后呢 ，Codex 这里不用配因为它是读取你本地 Codex 的配置文件所以默认就好了。另外呢，还有一个视觉模型，在某一些情况下，你需要 AI 去视觉判断你的输出物的时候，你就需要这个。你比如说，你用 AI 自己写 PPT， 那写的好不好，可以用视觉模型去判断比如说前端它也可以用视觉模型去判断哪个地方歪了，哪个地方颜色不对但是呢，如果你只是写纯后端的代码，那就不需要用到视觉模型，这里你也可以不配。再往下呢，我们就需要去填写我们的项目目录，这个目录就是 Codex 和 Redux 一起合作的目录。点完以后点监控，它就启动了。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它分析到了 Redux 的输出物。右边这个 QA River 就是唯一的入口。注意，它不是一个聊天页面，它是一个过程查看器。它展示的是当前任务进行到哪一步。Worker 做了什么？测试日志在哪？证据文件在哪？最后验收有没有通过？完整日志呢还在本地的目录里。页面只是显示摘要和证据路径，要不页面就爆了。这次呢，我准备一个很小的任务，在页面上增加一个贪吃蛇游戏。这个任务不大，很适合做演示流程。所以这个 scale 的作用不是让 Codex 自己写代码，而是让 Codex 把任务整理成结构化任务包，提交给本地的 Handoff Labor。Codex 责任是什么呢？ Codex 负责的是改什么，不能改什么，怎么验收，最后需要什么证据，然后任务交给 Worker，Worker 负责具体实现，改代码、跑命令、跑测试、提交结果。所以现在能看到左边的 Codex 疯狂的在出规划，右边的 DeepSeek 在疯狂的写代码，写完了就会交给 Codex 审核。Codex 写完以后又会给 DeepSeek 反馈，让 DeepSeek 继续改进。好，最后这个项目验收了，确实是一个贪吃蛇游戏，我来玩一下。这是可以的。好，死了。
Hand-off labor 目前我最看重3个点，第一是职责隔离 ，planner 就是 planner，worker 就是 worker，reviewer 就是 reviewer。不要所有模型都想当架构师，都想写代码。一个团队里如果所有人都在开会，没人写代码，那就不叫智能体协作，那叫年终总结会。第二是证据优先 ，reviewer 不听模型自我声明，他要看 test log、build report、artifact path、git diff。AI 编程最怕不是他不会写，而是他写得很自信到你都不好意思怀疑他。第三是本地可观察 ，Hand-off labor 默认跑在本机，所以点 agent 点 Sonics 里面保存着运行状态和证据。QA river 只是展示关键过程，你想要看摘要、看页面。你想深挖看本地文件，所以 Hand-off labor 的目标呢，不再是造一个 AI 编程工具，它更像一个本地交接实验室，让规划模型负责判断，执行模型负责落地，系统保存证据，用户看得见过程。我做这个项目也不是想证明哪个模型更强，真正的思路是模型各有所长，关键是放在合适的位置，有合适的规划，有合适的执行，有合适的验收，而人类适合最后拍板。以及在 AI 离谱的时候及时拔电源。这一期项目已经开源了，仓库叫 Hand-off-labor， 地址我会放在简介里。如果你也焦虑 AI 编程 token 的用量，或者想试一试这种规划、执行、证据验收的 AI 协作流程，可以克隆下来跑一下。以前的 Codex 半个小时就能跑完5个小时的用量，现在用完这个5个小时内，基本上大部分都是 DeepSeek 在烧 token， 那还是相对比较便宜的。这样我就可以连续不断的产出，明显我的代码输出质量和数量也比原来要高得多。现在最基础的套餐也是够用的。好了，这期就这样，我是雾修，咱们下期继续动手。啦啦啦啦。